大家来到我的中文自学频道，我是阿慧。感谢你们在众多优秀的频道中选择和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是万物皆师，当整个世界都是一所学校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你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，到底谁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？我们往往习惯地认为，老师就是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粉笔，声音回荡在安静教室里的那个人。但是，随着时光流逝，当我们走出校门，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之后，我们才突然领悟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道理：万物皆师，世间万物都可以是我们的老师。其实，这个世界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宏大学校，没有下课的铃声，每一个流逝的瞬间都在悄悄地教给我们某种人生的课程。如果深入分析生命中的良师，也许我们会遇到4种形象。首先，要提到那些沉默的老师，那就是书籍和大自然。这些老师从不开口说话，但他们的智慧却像大海一样辽阔。书籍让我们有机会与已故的伟人对话，借用千百年的智慧来丰富我们有限的阅历，而大自然则是教导我们平衡的老师。看着一棵树耐心地换叶，我们学会了放下；看着一条河绕过岩石流淌，我们学会了柔软与适应。第二是那些逆境老师，也就是失败、挫折，以及那些不喜欢我们要人。听起来好像很矛盾，但这却是最诚实、最残酷的老师。当我们成功时，人人都会鼓掌，但只有当我们跌倒时，失败这位老师才会指着我们要鼻子说，你哪里还很弱，你哪里还有不足。感谢逆境，因为有它，我们才知道自己比想象中强大得多。第三是内在的老师，那就是我们自己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最伟大的老师就在镜子里。如果缺乏你自己的思考和感悟，那么所有书本和生活的教训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只有当我们保持空杯心态，随时准备学习和修正自己，经历才能结晶成智慧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组老师，他们为我们的知识和人格奠定了基础。他们是父母、恩师和我们在职场上的引路人。今天，在11月这充满怀念的气氛中，当冬天的微风吹来，提醒我们又到了教师节，我想把内心最深沉的情感留给他们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第一位唤醒我人生的老师，就是我初3 H 班的班主任，梁世荣中学的监老师。那时候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做着很普通的梦。但监老师不一样，他教数学，那些枯燥的数字在他的讲解下仿佛有了灵魂。但他教给我比知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信念。他是在我意识到之前就先看到了我潜力的人。他曾经对我说，你可以做的比现在更好。这句话就像一把火，点亮了我当年稚嫩的心灵。老师为我指路，告诉我，如果想改变未来，想考上大学，第一步就是要考进省里最好的高中——潘玉显重点高中。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年的一个个下午，每周3次，我们一群学生骑着自行车，屁颠屁颠地去老师家补习。
链条的咔嗒声，尘土飞扬的街道，还有老师在黑板前辛勤的身影，已经成为了我青春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那时候，师生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。监老师不只是在教书，他真的用了他的整个青春和热血去照亮别人的未来。现在长大了，每当回想起来，我心中依然涌起无限的感激。如果那年没有监老师的严厉和爱，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离开校园，步入社会大学后，我又幸运地遇到了第二位老师，那就是我的上司们。通过某种神奇的方式，我总能从领导我的人身上学到很多。我想跟你们讲讲两位特别的姐姐，也是我的两位上司，云英姐和蓉姐。我对她们的第一印象是既优秀又漂亮，但越相处，我越发现专业能力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从她们身上学也学不完的是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，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分享和耐心指导，打破了我内心陈旧的观念。两位姐姐生动地向我证明了，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在于她的性别，也不局限于厨房或妻子、母亲的角色。现代女性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，用智慧和本领闪闪发光的人。能遇到云英姐和蓉姐是我巨大的幸运，帮助我重新定义了关于事业和自我价值的人生观。而且，如果少了一个人，我的老师名单就不完整了。他虽然不在正规学校教我，却是最珍贵的良师，我的中文老师，玉老师。你敢相信吗？我跟他学习的缘分只有短短的6个月。后来因为工作和距离的原因，我不得不停下来。6个月，很短的一段时间，但我收获的却像读了2、3年书一样多。在玉老师身上散发着一种美好而积极的能量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才能完美形容。在这个4.0时代，当大家都上网课，隔着屏幕学习时，他依然坚持线下教学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每一个看得见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。他细心地关心每一位同学，他的真诚和热血让我明白，教书不只是谋生的职业，更是一种传递价值的使命。非常感恩玉老师，让我在心中种下了对语言的热爱和对教育者的信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学习之旅，我们向草木学习，向跌倒学习，向自己学习。但幸运的是，在这段旅程中，我们并不孤单。无论是骑着旧自行车承载着重点高中梦想的监老师，还是作为现代女性榜样的云英姐和蓉记姐，或者是拥有治愈能量的玉老师，他们都是造就今天的我们不可或缺的拼图。有的老师教给我们谋生的知识，有的老师教给我们做人的人格，而有的老师仅凭他们的存在和心血，就彻底改变了一个学生的人生轨迹。借着11月20日这个机会，也包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请花1分钟静下心来，向他们表达感恩。无论他们如今身在何处，无论我们是否还能再见，他们留下的教诲永远在我们心中鲜活而灿烂。因为一个真正的好老师，真的可以改变一生。
感谢大家的收听。你们有没有关于老师的难忘故事呢？欢迎跟我分享哦。大家记得订阅频道，一起和我学习中文吧。